Hello，大家好啊！真的非常感谢大家，很高兴这次直播还是由我和哈皮为大家带来蛇年春节前瞻的一个内容情报。那除了 COA8和春节版本内容外呢，还有上次提到的 IP 联动的相关爆料，以及有一些全新的时装情报，也都会在这次的现场直播中呈现。那我话不多说，那我们直接开始吧。首先呢是即将到来的一年一度的盛典活动《深渊的呼唤8》的相关内容。是的，不知不觉COA 已经到了第8届了哈。每一年的 COA 主题呢，其实和之前相比也是有很大差异的。很期待今年的主题到底是怎么样，以及宝箱的内容啊。说到宝箱的内容前面有很多我们一些老角色呢，已经进入到我们的 COA 的宝箱当中了。那有一个角色好像是稍微的跳过了一下下，是不是？是。那今年有没有可能是他呢？OK， 就是他。好，那接下来我们来马上揭晓。首先来看一下 COA8的一个宝箱 KV。哇哦！包括了西施时装蜘蛛、不惜宰蟹、奇珍时装木偶师一体再购、奇珍时装飞行家、警戒少台、奇珍时装啦啦队员、采集速寻和奇珍时装小女孩异动指针。哇，看这个图，蜘蛛在后面是一个载具吗？不是，其实是这样的，就是本次的主题它首先没有看上去那么阳光开朗。故事呢发生在一片荒原上，这里有一种能够扭曲生命和物的奇异力量，求生者多多少少身上也会有一些激光化的特质。而在蜘蛛身上呢，这种主题性是最明显的。蜘蛛在故事中，它不仅仅只是一个载具，它在这种模糊的状态中仍然按照自身的一个意志做一个 BOSS 进行行动，所以我们是会把它当做一个独立的角色来考虑的。当然更多的信息需要大家去在后面的深渊的活动中挖掘了。哦，原来如此，那就是类似于机械生命之类的，对不对？是的，没错，就是。对的。那里面我看到里面图是在荒原上流浪探险是吗？是的，是的。这是由几名求生者和一架具备意识的机械载具组成的冒险小队在荒原上流浪。那冒险小队在这个流浪过程中呢，其实会遇到这样的一个奇异的不可名状的荒原构造和被异化扭曲力量的一个事实。然后某一天，一位失忆者被荒原小队所拯救。并且应邀加入了他们。在之后的整个探险旅途中，失忆者的记忆是逐渐回涌，冥冥中似乎有什么指引着探险小队来到最终的地点。那在这里，最大的危险、最源头的真相，都在此处迫近。果然还是别有深意的一张精华海报啊！那小队成员身上看起来也带着木质结构的机关哈，不同角色的木质程度好像不一样，对不对？对，这个就是之前所提到的异化力量和他们在队伍中的定位有关了。那后面其实就大家等到在游戏中可以去进行探索。因为这次和以前不同的是，我们增加了 COA 主题的一个剧情部分，更多的剧情内容可以在游戏中一探究竟。等一下，刚刚不也是提到了一个失忆者吗？遇到了个失忆者。OK， 他是谁呢？故事中的失忆者其实就是还有一位主角，就是奇珍时装小说家意识新篇。他将作为 COA 活动的奖励活动奖登场。这个一会儿在那个 COA 活动奖励那一块会单独再爆料。对。好的。那这个 COA8的时间分布是怎么样呢？本次 COA8相比往年会有一些调整当然，首先4个阶段是没有，这个是跟以前一样的。它会在12月26日开启预热报名，然后在1月2日开启海选，25年的1月2日。然后海选的时候就可以干宝箱以及开始打那个积分。然后1月16日会开启晋级赛阶段，然后1月26日会那个决出名次，然后开始结果展示。然后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活动时间这里就是因为我们这次也是参考了非常多玩家的一些反馈，希望后面来的一些新玩家或者在5·1线下的大家已经在 COA8这样的一个主题的一个背景下去打比赛的时候，也能够参与这样一个活动。对，所以我们其实是优化了整个一个时间。然后本次 COA 呢，如果不是为了参加赛事，而只是为了拿活动奖励，那么首先无需报名也可以直接参加 COA8的活动，来获取活动奖励。当然，如果要获得战队场次的奖励的话，仍然是需要加入战队的。其次就是它整个时间得到了延长。
对的。那看到 COA8的活动时间已经拉长到了明年的5月份。是的，是的。对像之前的话，在阶段3之后，其实就不能参加了。那这一次其实就是在1月到5月这个整个期间，所有的玩家都可以进来参加这个活动。对。那我的理解就是什么呢？就可能我是后面才进来的，那我后面进来也可以参与前面的活动，拿取前面的奖励，对，不像以前一样，也就人性化了很多。是的，是的。那这次呢，访客们参与 COA8的活动呢，可以获得以下的一个奖励内容，包括了20个深渊珍宝，以及小说家的奇珍时装、伊始新篇、红夫人独特时光，荣光时分，独特品质的一个随从。搬运者等丰富奖励，小说家的奇珍品质的随身物品聚集少敌，则将在日后上架赛事活动兑换商店，可用金苹果进行购买。我记得去年的小锤熊还是很有活力的，今年这个锤熊看起来有点点的，像木质生物，我有点好奇在局内它要怎么跑动了。这个可以到时候看一下我们的一个内录。在这个世界里，异化的威胁是如影随形的。不过与去年的军司主题不同，这里的异化的外部表现更倾向于木质化、机械化。所以这个随从外形和拥有的特质就是跟荒原上的异化效应是息息相关的。是的，那我也是非常期待今年 COA 主题哈，也有很多玩家像我一样啊，也很期待像载具的蜘蛛 BOSS 到时候的剧内的一个表现了。OK， 那除了以上的更新呢，相信还有很多新朋友在等待 COA 系列的返场。那今年 COA3到 COA7的宝箱精华及以上相关 COA 相关的一个主题时装将会在25年的1月1日上午10点进行返场。访客们可以在元旦当天登录游戏获取。是的，记住哈，是之前 COA3到 COA7的宝箱将在25年1月1日上架，千万不要错过啊！是25年1月1日，马上就到了，也没几天了。是的，是的。那 COA 部分曝光完，接下来其实大家应该就是大家非常期待的一个春节情报。是的。那今年的春节活动呢，也是延续了非遗内容的一个合作项目，其主题是与中国唐代的唐三彩文化紧密相关。那我们先来看看春节的时装角色。哇哦，今年的风格也是很出彩哈。这几位角色我看一下哈。Happy 能认出来吗？医生是吗？中间的那位。是的。对。中间的是本次的春节限定西式时装医生司药。然后左边的是牛仔谪仙，然后右边的是渔女瑶彩。前面说到，其实今年是关于唐三彩的非遗文化、传统文化，那所以服饰上也都采用了唐代的一个服饰风格。哇，渔女跟医生的这个时装真的是太美了吧？那牛仔在旁边也是非常逍遥自在哈，像这上面在这个参加宴会。对，没错，他们看下面的部分嘛，又很像在参加宴会。是的。渔女扮演的是一位能歌善舞的宴会乐女。牛仔扮演了一位喜爱饮酒作诗的逍遥客，而中间的医生是一位妙手回春的医官。那和他们对应的应该还有3个随身物品吧？是的，这3套西式时装和西式品质的配套随身物品将在1月28日除夕当天0点以礼包的形式上架商城。是的，大家记得在除夕0点的时候就可以登录游戏获取自己心仪的时装。那我个人还是蛮期待这3个挂件的局内表现的，因为我们往年的很多挂件的特效都是让我们非常非常的惊喜的嘛。是的。那说到除夕，那当然还有除夕好礼送上。1月28日除夕，大家登录游戏点燃爆竹即可直接领取10个记忆珍宝的旧赛季。提前先预祝大家金光满满，心想事成。是的，然后除夕快乐。对，也是提前预祝大家新年快乐了哈。今年是没有大年30的一年嘛，年29就是我们的除夕夜了哈。除了时装以外，今年春节还有别的内容吗？当然，在时装奖励上架之前，1月16日起，就是会有一批那个春节的福利放送。首先是记忆珍宝旧赛季的各个品质的指定机会将开启重置，其次会开启首充返利的一个活动，然后同时会上全角色的限免活动，以及这边呢还会有一个感谢大家的一个记忆珍宝的旧赛季10连。又一年春节了，今年有非常非常多的新玩家的支持和老玩家的陪伴，非常感谢大家，也欢迎新老访客来到庄园共度春节。
是的，那真的非常期待哈。既然是欢迎新玩家，是不是有些往年的春节道具返场呀？是的，那接下来返场的内容其实非常多，我这边来一个一个来列一下。那往年的春节的活动奖励的时装，还有个性动作这些都会通过活动商店进行返场。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像有批活动家具、随身物品还有菜品，这个也是会通过活动商店返场。此外还有一批家具，它会通过游戏商城返场。然后还有之前我们有在卧谈会提到的杂技演员和鹿头2024年春节时装以及对应的随身物品也会在同期返场。所以有喜爱的观众朋友们记得记住哈。除了除夕夜的话有20个，算上除夕夜的话有20个球了。那包括这么多的新春节内容，这一次应该是全部一口气返场的哈。是的，是的。因为有收到比较多的反馈这次是希望能够给新入坑的玩家们一些添置购买龟速家具的机会，以及过往的春节相关的一些时装道具等等，能够让这个春节的氛围可以变得更加的浓烈。是的，那新的朋友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了，毕竟我们近1年来确实是很多新玩家加入到我们第5人格这个大家庭当中。那此前也说到他们在参加宴会，对不对？难道这一次我们也会有新的场景吗？今年的活动依然是发生在唐人街里。在过去的1年中，唐人街来了几位新伙伴，分别是闲适的陶匠、牛仔、勤恳的差女、渔女和公卿的药师、医生。他们喜好传统文化，常常在古玩店相谈甚欢，而我们的春节活动的第一幕的故事也就此展开。第一幕会在2025年的1月16日开启。古董鉴定师画家收到了一批唐三彩的素胚，并邀请唐人街的新朋友们一起来帮忙给素胚上色。所以按照我们以往一些活动哈，今年的这个3件时装，实际上应该就是3位新朋友想象当中的唐三彩的雕塑形象，是不是？是的，哈皮确实非常对我们的这个设计思路是有一定研究的。没错。然后我们的任务就是通过对战去收集颜料，然后协助古董鉴定师完成这个素胚的一个上色。然后上色完成后呢，大家便开始为春节的3彩展去准备。但展览中3彩雕塑的位置还没确定，然后我们需要在1月23日与民俗作家、小说家和3位伙伴一起，根据展览上唐三彩的摆放位置来完成3彩展的故事推演。然后最后在1月28日，也就除夕夜，剧情的第2幕会开启，年夜饭在即。古董鉴定师还没有准备好3彩展，就被陶匠拉着去吃年夜饭。等到年夜饭结束，3彩展却出了点意外，心急如焚的古董鉴定师也阴差阳错的进入了3彩的世界。哇，感觉还是很有意思的剧情啊，期待期待。那今年完成竞选活动呢，是不是有对应的活动奖励呢？这一点我相信很多玩家都很关心。对，当然每年的春节其实它都会有一个标配的奖励，就是奇珍时装解锁卡。对，那除了这个以外呢，还有独特时装、独特随身物品以及菜品、头像光、涂鸦等奖励。还可以呢，将自己在活动玩法中自己 DIY 烧制的唐三彩的一个摆件作为家具留存下来。然后另外2位新朋友的独特时装呢，也会上架窥镜商城供大家兑换。然后具体的活动内容还有奖励的详情，可以根据官方后续官方社媒发布的一个春节版本的详情内容。然后除了这件特殊的唐三彩的摆件以外呢，我们还有全新的春节家具上架商城。包括西式品质的古韵书斋、奇珍品质的瑶琴、竹笙、木笛，以及独特品质的腊梅原创、竹林挂画。大家可以前往选购自己喜欢的家具。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活动家具3彩挂画，可以通过参与公共地图的活动获得。是的，那春节奇珍时装解锁卡和除夕的10年，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喽！访客也可以在活动开展前前往官博发布的春节排期日历，以免错过活动。这方面官方还是很细心的，会有个日历给大家让大家这个记住每一个关键的时间节点。
是的，是的。刚刚我们也提到了公共地图嘛，那当然还有每逢逢年过节少不了的公共地图。对的。公共地图会在1月23日开启，仍然是我们的一个唐人街地图。我们在往期的唐人街地图上，首先我们是改成了一个雪夜版的一个版本，同时呢新增了一些新的特色互动玩法，比如这次新增的拍照打卡版，大家可以使用任意角色将脸部对准壁画孔位进行拍照。此外还可以参与新年的一个礼炮玩法。新年礼炮是什么新玩法？因为上一次月亮河，那个气球串串呢，让我真的是感觉到被创到了，非常有意思哈。那这一次的新年礼炮是什么呢？就是玩家可以钻入到那个礼炮内，然后再被发射出去。就是比如说你哈皮操作蜘蛛，然后钻入一个礼炮里面，然后就的一下就发射出去了。这样子吗？对对对。好，那我挺期待的哈。另外呢，大家可以使用唐三彩的颜料对地图上的其他玩家进行染色，还可以在特定的时间观看唐宫夜宴表演。哇，这过年气氛真的是拉满了，竟然还有唐宫夜宴表演，太用心了。除了唐宫夜宴表演呢，烟花秀、红包雨这些经典的环节也会一起上线。之前广受好评的《梦见邀约》地图中的双人默契考验玩法，也会携带最新的一个全新的一个题库进行返场，大家可以和亲友一起来参与活动啦。是的，那非常期待每一次的这个公共地图啊，很多玩家，包括我自己平时在直播里面也有很多玩家就聊这方面，真是蛮有意思的。那这一次也是新增了很多新鲜的互动啊，房客们可以在新春佳节登录游戏，和自己的亲朋好友一起留下在公共地图里的快乐时光。那除了上面一些内容之外呢，还有什么要跟大家分享呢？因为我们其实前面来之前呢，有很多玩家啊，也就在官博下面也问过，像最佳演绎啊、虚妄杰作啊、速回啊等等的啊。OK， 那接下来我就一个一个来揭晓。那首先来看一下今年的宁福奖的最佳演绎时装。哇哦！最佳演绎宁福奖系列的2款西式时装，捷克乌古勘探员肖图将于1月23日上架游戏商城，可以使用碎片进行兑换。哇，艺术家捷克和首富勘探哈，在这个世界观里，艺术家作为优雅的捷克作为优雅的艺术家，同样是屏幕的常客，而诺顿通过成为演员，真正的出人头地，摆脱了贫穷的生活，也算是另一种圆满的结局。是的，2款最佳演绎的系列时装将在1月23日上架商城，是1月23日，2025年1月23日上架商城，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啦。是的，宁福奖的获奖 MV 也在筹备中了，预计12月底会和大家见面。另外呢，2025年的宁福奖规则优化也在进行中，相关的优化规则会在演艺之星活动正式开启前和大家同步，请大家在耐心等待下，相信我们会把规则做得更人性化，也能给到更多的角色机会。是的，毕竟去年投票的时候呢，有一些波折嘛，那希望大家都能有更好的这个投票体验。接下来应该是到我们的速回系列，这次更新的时装是哪位角色呢？是我们的老父亲厂长。如果一切都没有发生，厂长和园丁应该也过着这样温馨的父女生活。这款时装也有一个非常感人的名字，叫非卖品。这里我看到厂长的围巾上还绣着，这是园丁的名字是吗？白丽莎，对，就是园丁原来的名字丽莎贝克啊，所以这个围巾说明是园丁送给厂长的，所以是非卖品。就是拒绝非卖品，这个是我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非卖品。是这个意思。那速回系列的时装厂长非卖品将于1月16日上架商城，喜欢的访客们届时可以登录游戏进行购买。除此之外呢，象牙塔系列本次也会照常更新。和我们见面的是慈善家的6便士，也是在1月16日上架商城啊，他还戴了个眼罩。是的。那今年的亏定商城有更新吗？有的，也是一位老朋友。这次活动商店更新的是聂西的西式时装耶梦加德。它也是跟之前几个亏金商城的那种神话主题会有点像，是的，这个是有点被蛇对，加上今年对吧，马上迎来的即将是蛇年，对，没错，哇，这个皮肤好帅啊！
以上3款时装呢，都会在1月16日时装。速回象牙塔系列会上架商城，可使用回声购买。聂西的时装是可以使用窥镜进行兑换。不知道玩家们存好窥镜了没有啊？反正我是准备好了哈。那除了以上内容，还有一个我相信每一位玩家都关心的，每年都非常非常重磅的一个内容啊，是不是得要该说了？OK， 我懂啊，就是1年只有1件的虚妄杰作的一个时装。那 OK， 那我们先来看看啊，那今年是先知昔日的预言者。哇，这太华丽了吧！这个今年是轮到了男性求生者了啊，先知。是的，是的，就每一年的这个虚妄都会让我震惊，因为看这个感觉非常非常的华丽，哇天哪，太漂亮了！而且你看那个鸟，对，哎，有效果吗？这个我们就是它其实在技能中它会有另外一个那个表现吗？形态，对，这个其实可以参照那个祭司的那个表现，对。然后但具体的肯定是在后面的那个社媒会那个曝光它的一个详细的参试图。对。那1月16日的幻象迷途呢即将更新先知的虚妄杰作时装，昔日的预言者及其配套的随从、随身物品、家具、菜品等内容将同步加入幻象迷途的奖池。侯夫人祭司调香的虚妄杰作系列仍会存在在幻象迷途商店里，还是可以通过夜莺祝福进行兑换。是的，我已经期待先知的局内展示了。是的。那刚刚其实有说嘛，就是有第2形态和技能相关，可以就是具体关注后续的一个发布的参试图和局内的展示效果的一个视频。对的。那说到虚妄，调香是虚妄，之前是不是在卧谈会里面聊过啊？有没有这个有没有这个优化的安排呢？是的，调香是虚妄是要优化的。不过这个时装我们的优化会比较谨慎。除此之外呢，我们也准备增补配套系列的一个家具和随从，所以它的排期会比较久，还没有那么快啊，真的非常抱歉。是了解，可以理解啊，毕竟是大家拿到手的内容嘛，众口难调，肯定得要慢慢谨慎的去处理的。是的。OK， 那还有一款大家非常期待已久的一个时装啊，就是玩具商的西式时装花千树，将于元宵节当天2月12日正式上架商城，可以使用碎片进行兑换。哇，这款时装的名字就非常有意境哈，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心如雨，非常适配元宵节。是的，元宵佳节之际呢，还有一个元宵活动，可以获取相应的一些元宵主题的活动道具。是的，那以上就是全部的春节内容吗？想看的时装都看完了哈。就是我们春节主题以往的一些常规的内容完了但是呢，还有别的。下个月其实还会有一位全新的求生者来访庄园，让我们先来看看。哇，气象学家。是的，1月23日，全新的求生者气象学家温迪福特将来到庄园和大家见面。手上和头上都带着用于气象观测和预报的工具啊，有点难脑补。怎么样通过自己的专业相关，在对战当中怎么使用它的道具？我有点难脑补出来，说实话。首先，Happy，你觉得它是一个什么位置？有自保吗？有眩晕吗？它其实是一个牵制辅助位。牵制辅助位。然后气象学里面，比如说有一些像风啊、雨啊、云啊这些可以被它利用起来来进行达到一些牵制和辅助的一些目的。当然，具体就等一下技能的一个录制视频吧。好的。那今天呢，还会公开第36赛季精华3的宝箱角色和宝箱海报，他们是气象学家采风的仙灵、26号守卫蓝釉先生以及园丁郁金香之梦。哇，这好像有点那种空中的感觉，是不是啊？是的，是个空岛。对不对？来解释一下这个整个的一个故事背景啊。有关天空岛屿的幻想，往往藏在旅者的冒险故事，或是农忙时偷闲的美梦中。那是一个难忘的仲夏夜，有一位冒险者和他的奶牛伙伴在飓风中经过数日的航行，终于抵达了那片陆地。作为稀有的上岛游客，冒险者受到了最高等级的欢迎。岛屿的领袖亲自接见，并赠予了剪彩仪式的邀请函。虽然他看似慵懒嗜睡，却有着开放的思想和崇高的智慧。
在这里，天气是岛屿航行的动力，发明者畅所欲言，创意取之不竭。稀薄的空气被人工制氧取代，岛上的园艺师培育了特殊品种的郁金香，作为岛屿居民的氧气来源。剪彩仪式的展品蓝釉先生，高科技的风力机器人压轴登场，在所有人的欢呼声中，礼花在空中绽放，伴随着奇异品类的花粉弥漫在空中。被长时间培育的岛民们都陷入昏迷，岛屿的航向也在不知不觉中被改写，回到它最初的地方。冒险者、奶牛伙伴和蓝釉先生集结出发，踏上拯救岛屿的冒险旅途。这里看到气象学家的西式时装，邦邦和原店奇人时装非常可爱的风格啊，充满了童话氛围。不过有个问题啊，前面提到了，这个冒险者是谁啊？冒险者其实就是气象学家的半身独特时装。哦，原来如此。对，那气象学家这个角色他的操作体验其实非常独特的，也欢迎大家届时前往贡研服进行体验。独特，对。哦，那它会用到一定的滑屏操作。哦，可以，那我也个人期待一下，因为求婚者角色相对来讲呢，整体上来讲呢，大差不差嘛，有些板床交互什么之类的。是的，对，这个角色确实它的操作体验会独特一点。我们希望它是独特且出彩的。这个就请相信我们的一个优化。是的。OK， 那这下子呢，我们春节版本的新的时装情报。是已经结束了。对，那除了以上的更新外呢，我们还会带来第二批的一个时装优化的一个进度，大家先来看看视频吧。骑士的红骑士呢，它是优化了像那个增加了异瞳的设定，然后背部的披风，还有背部的一些暗纹，然后还有就是脸部和头发的一些建模微调。对，然后佣兵的红衣人是优化了他的一个头身比，然后增加了一部分的特效。然后教授的温泉煮酒主要是对他的那个腹部的这个腹肌的表现进行了一个升级。然后医生的浴火飞花是重做了他的头部、脸部，然后头发。然后以及增加了一些那个追加了火焰的一个燃烧特效。是的。那这个第二批也是跟上了，后面估计第三、第四批慢慢也跟上了，是不是？是之前我们确实也看到了大家的反馈就是有一句话也看到叫做我们是任重而道远。对的。后面确实我们会继续排期去进行一些时装和模型的优化，也非常辛苦大家去等待了。是的。那接下来还有什么新的情报和我们分享吗？那 OK，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带来一些 IP 联动类的内容。对的。包括一些返场的，还有一些全新的一些情报。那首先是返场的联动，第五人格和 B-Duck 的联动内容将在1月16日返场。第一弹和第二弹的时装还有归宿道具都会在本次一同上架。这次之后呢，和 B-Duck 的这波联动我们就到期结束了。是的。那第一弹、第二弹的邦邦佣兵囚徒调样式时装，还有包括此前2弹活动中的家具、随从头像涂鸦等，希望访客呢可以直接一网打尽了哈，错过了记得哈，赶紧了哈。然后还有一位本命年的新朋友，本命年即将和大家见面。好。第五人格和贪吃蛇大作战联动将于1月23日上线。
本次联动中呢，将会有园丁、前锋、调香师3位角色的独特时装，注意是独特时装和大家见面。哦，独特时装跟大家见面。本命年哦，蛇年。哎，对，蛇年。哦，蛇年的梦幻联动哦，这一是真的非常有意思哈。它除了时装以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内容。当然，具体的那个玩法啊、活动内容可以关注一下后续的一个官方社媒平台了。哦，对的。那接下来还有一位老朋友，但是带来了新情报。那就是时光代理人的第2弹联动。它包含了全新的联动时装以及第1弹的一个内容返场，即将在2月6日开启。2月6日是在那个春节后。哦，对，时光代理人的第2弹联动。哎，等一下，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们也想问哈，这第1代的速闪之魂会优化吧？应该。会的。哦。我们已经完成了优化，而且我们内部还是比较满意的。然后目前是在监修流程中，然后通过后会那个跟新的内容一起上线时装。另外呢，本次联动期间，第1弹、第2弹的角色将作为 NPC 出现在公共地图中，大家可以前往公共地图和他们互动，并触发一些小彩蛋。然后全新的内容也在筹备中了，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是的，那我们上次前瞻其实也有很多观众朋友问到了福尔摩斯联动，那接下来是不是应该轮到福尔摩斯的爆料了？OK， 那我们先来看看福尔摩斯的一个联动海报吧。哇哦！本次联动中，小说家西施时装福尔摩斯，记者西施时装化身小姐，注意这个化身小姐是带引号的，以及还有邮差的奇珍时装化身，大副奇珍时装，雷斯垂德探长与骑士奇珍时装艺术品商人将和大家见面。是的，记者的身份是化身小姐，邮差的身份是化身，这里的设定是怎么样的呢？记者在这个故事中是借助化身小姐的伪装身份，协助福尔摩斯和化身医生破案。不过，即便如此，化身小姐无疑是一位称职的助手，她忠实地记录着案件发生的过程和真相。而且这次随着剧情推进，部分角色还会有小小的身份变化的彩蛋，那这里就不剧透了，更多的详情还要等上线，等待大家去挖掘。因为这次的这个剧情啊，其实会有一点像《真理之下》系列，它会有那个就是剧情就比较深度的一个剧情部分。是的，那我们大家期待一下，毕竟我也算是个剧情党嘛，对不对？那而且前面也提到是2件西式时装，那按照我们以往的理解我个人理解也就是意味着有一个珍宝，然后一个是礼包的形式带给我们大家吗？2件西式时装。对，是的。本次的联动时装会分为精华时装和礼包时装，其中小说家、邮差、大副、骑士的时装可以在联动精华中获得。而记者西施时装则作为礼包上架商城。另外呢，小说家和记者的时装不同技能状态下，其实是会有一些形态的变化。这样子吗？那我也是非常期待哈，和之前的一些联动金应该有类似的这么一个表现吧？是的。此外呢，我们还会同步上线一个新的主题归宿。是的，时隔这么久了哈，也是终于再次上线新的主题归宿了。这一次是联动归宿是吗？是的，它是联动归宿。如果熟悉福尔摩斯系列的话，应该会知道这个归宿大概会长什么样。好像也是我们的第一次这个联动归宿是的，没错。那联动呢会在2月20日维护后开启。那这个时间大家应该也清楚了，其实就是新赛季的开启时间。所以我们的联动精华呢就是赛季1的精华。为了庆祝联动上线，我们还将为全服玩家送上联动精华的宝箱10连。那以及具体的这个活动的一个奖励呢，还有这个活动的更多情报，那就敬请关注后续的一个官方社媒爆料了。是的，那还没上线，先预定了10个宝箱球哈。那祝大家都金光满满哈，每一个10人都出金光。OK， 那以上就是本次 IP 联动的所有内容了，希望大家可以喜欢。那今年的24节气的活动即将落幕，是的，剩下的小寒和大寒的节气分别在开封和连云港开启线下活动，对应的头像分别是野人和记录员，期待和大家见面。明年的24节气活动会继续进行，23年的节气头像也会陆续在官方小程序上返场。是的，那看到地图上面我们已经去了非常多的城市了哈。是的。然后25年的城市可能会有部分重叠，不过我们还是会尽力去到一些没有去过的城市，希望能让大家都参与到24节气活动中来。
最后呢是12月29日到1月1日，将在杭州电竞中心举办2024年 IVL 的秋季赛总决赛的活动。那这次呢，OPH 战队系列周边的第一弹内容将会在线下开启预售场贩。上一次 IVS 总决赛说了，线下有看到过 OPH 的战队成员，这一次会在 IVL 相遇吗？赛讯紧张啊，应该只来看总决赛。只看总决赛，好，好。另外我们的角色 EP 系列的第一弹也会在秋季赛总决赛现场首发，届时抢到票的访客们可以参与预约活动，获取现场的购买资格。在这里还要和大家同步一个售卖的规则变化，即在线下场贩结束后，非盲抽类的品类将会开启线上的一个限时通贩，以确保更多无法来到现场的访客们购买。线上限时通贩结束后，像 OPH 战队系列的第一弹就不会再返场了。那如果有第二弹的内容更新，也会延续这样的一个售卖流程。希望能给大家更好的一个购买体验。线上的限时通贩呢将另行通知时间，也可以关注一下官方社媒发布的售卖详情。然后这里有一点特殊的是，鉴于 EP 系列的角色众多，后面会陆续产生第二弹、第三弹的系列周边，在后续线上售卖的时候呢，会把前一次的内容一同返场上架。我们也会考虑全新的品类来丰富EP 系列的一个内容。是的，那前面讲了这么多，我简单的总结一下 ，EP 系列周边会持续保持返场 ，OPH 战队系列和之后的系列在线下、线上均完成单次售卖之后就不再返场了。然后呢，盲抽品类只会在线下售卖，售完即止。简单的说应该是这么归纳哈。归纳的非常好，非常精准。对，是的，那。25年的话，也会上线比较多授权类的周边，希望可以满足大家的需求。只是需要分辨一下真伪，然后我们也会去积极打击盗版，认准第五人格的防伪标，准没错。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那么以上其实就是本次前瞻直播的全部内容了。等一下，不对，这个之前有个大疑问。之前我们上次前瞻的时候呢，说过模仿者的12人的模式呢，什么时候上？其实这是OK，上一次月亮和前瞻直播的很多内容确实我们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放完我这边先做一个解释其实主要还是因为这个2次前瞻直播中间的时间比较短，因为过年其实是比较早嘛。对，那我对一些还没有外放完的内容做一些说明。像演艺之星系列的时装，那这边其实已经宣发了并换了，会在12月26日上线。那其他的演艺之星时装也会在12月26日之后陆续上线。电竞系列的时装古董会在12月26日上线，囚徒呢会在2月27日上线，啦啦队员会在周年庆的节点4月底上线。那伴随着 OPH 的最后一位监管者成员一起。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前面也有聊到过，前瞻有些内容没有展示出来嘛，像这个 UGC 的玩法，还没有一个消息UGC 的玩法其实因为底层的一个问题比我们想象中的会更困难一点。目前大概会在12月底进公研，然后1月中旬进正式服。然后还有一些大家非常关注的问题，我这边也一起顺便解答了。比如像卧谈会有提到的角色脸模的问题，这个也是角色脸模的优化，这个也是在12月底进公研。然后角色的话，第一批是医生、冒险家和盲女3个角色。其实首批我们不太敢去大规模去动先选择3个角色进行尝试一下。如果反馈好的话，后续会再进行尝试去多优化一些。当然时间效率上就是跟大家解释一下，如果是做一些像手模的优化，其实很快，不到1周就完成了。但如果像那种涉及到头部的头发的一个重做，基本上会达到一个数周的一个时间。另外还有一些访客会对赛事的奖金非常在意就是我这边也明确一下，就是我们已经申请了下一次 COA 的一个奖金追加，也就是 COA 9。COA 8因为这个是在去年的3年申请里，所以其实已经没法追加了。然后虽然第五人格今年的产品表现很好嘛，但确实有很多事情不是
我们想做就能做的，也是要去走申请，表现好申请会有优势，但是确实没有办法去抵挡大的方向。是的，然后至于哈皮刚刚提到的模仿者12模式，其实我们在卧谈会里对，还以及我跟你私下有聊到的，对，那这个其实是非常快了，下周就会和大家见面了。这么快？对，我还以为还要再拖个1、2个月。不会。那我可以期待一下啊。那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们呢，在经过刚刚我们的策划大说的话呢，也得到了很多想要的消息了哈。哎呀，天哪！那接下来就应该到真正的最后的环节了吧？是的，喜闻乐见的直播福利环节，对不对？没错。那我们可以输入兑换码，然后领取记忆珍宝的一个奖励。我们这次前瞻呢就到这里结束了哈，我们下期再见，拜拜，拜拜。